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23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我今天开机开的晚，今天也稍微晚出来了一点，要不然太黑了。今天继续向南探索，我已经跑在了，马上前面就是大阪天下茶屋那一站。大家来玩，这儿也是一个在南波之前的一个换乘站，从机场过来进市中心的时候。再往前跑一点，我再折返。今天咱们接着聊聊马拉松。这周日就是北京马拉松了，对吧？还有其他几场有名的马拉松。当然，这周日举办的马拉松只有北京的我参加过，很遗憾啊。周一早晨路上就是比较忙碌，周末的时候路上特别清静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马拉松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现在左边这条路是大阪环状线的一段，我现在左手的手表开着地图，这条路没跑过，现在已经折返了，向北，应该一直跑就能跑到新斋桥那附近。然后距离比赛还有一周，这一周还能干点什么呢？其实最有效的也就是吃了，因为其他的没什么用了。还有就是怎么在心理上跟自己对抗。也有小伙伴说，我说这2天断掉碳水对身体不好，是对身体不好，你少吃什么对身体都不好。而且马拉松比赛本身这件事儿对身体也不好。我们这一生做好多对身体不好的事儿，但是你总是做每一件事儿有权衡有目的的，您说呢？至于有什么科学依据，其实是这样，就像我们训练的超量恢复一样，如果你赛前的2天，就这一周中，把碳水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，你在比赛前的最后1到2天去多吃碳水，会存储的更多一些，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。但是你们看，像我现在这样的晨跑，我是只喝一杯咖啡就出来，什么都不吃，而且我晚餐其实碳水吃的不多，几乎很少。就这种情况下，你身体基本上也能储备个1000多、2000千卡的能量。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是肯定没问题的。你觉得没劲儿，是因为你没有富裕的了，这身体会有各种激素调节，告诉你你现在有多少劲儿。这一周心理上的事儿呢，咱们过2天再说，省得大家紧张。现在还能干点什么呢？检查还需要买什么？第一，像跑北马，准备一个一次性的雨衣，倒不是因为会下雨，而是说会比较冷。起跑之前可以，如果您觉得冷就穿上点，因为那种雨衣不透气，会比较的保暖防风。如果像去年那么冷的天，去年零上6摄氏度，起跑的时候，我都在身上贴了几个暖宝了，跑之前给它撕掉。然后还能买什么呢？准备能量胶。全程马拉松的话，准备5个左右。起跑前20分钟吃一个，然后8公里、16公里、24公里，或者20多公里，这可以稍微晚一点。这是我觉得跟我自己的心理有关。我希望让我自己在30和32公里这2个节点的时候，没有那么的难受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24公里就吃，可能到32公里的时候，那劲儿就过去了。所以我都放在26公里吃。
这样呢，30多公里的时候，你感觉马拉松开始了，再吃最后一个，就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比赛中至少是吃4个。对我来说，这还有个小窍门，就是30多公里，很多赛会会提供能量胶，还有那种品牌有展台的。就35、6公里以后，如果你就是觉得肚子还很空，你要碰上了抓一个吃也可以。但是呢，一定注意肚子还很空啊，因为这个天气在北京，其实你散失的水分呀什么的不会太多，就没有想象那么多。有时候水喝多了或者怎么着，肚子会胀。最后几公里会更明显，会放大所有的难受的点。像能量胶怎么准备什么呢？这挺矛盾的。能量胶其实能量密度首先不能太低，如果能量密度低，它体积就大，你就不好带，对吧？能量密度太高呢，像我个人我不太喜欢那种特黏的。我总吃那个品牌，说实话不好买，而且有点贵，在这边也贵。这次我的半马吃的是本地一个品牌，大概是400日元一袋，400多日元一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常吃那品牌卖完了，就是一到赛季抢的都特别的狠，那个1000日元一袋呢。这个什么品牌都行，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口味就行，基本上都是100到120千卡一袋就行了，都差不太多。只有一点大家留意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咖啡因。如果您没有咖啡因不耐受这种问题，依赖咖啡因的话，就像我这样，那我的建议就是16公里和20多公里吃咖啡因的就可以了，因为这2个节点比较关键。说白了就是你过半程和过32公里这个2个时刻，你身体的状态就是你决定你心理的状态。你要是过半程的时候觉得特别累，你可能战胜不了自己的心理。还需要买什么呢？还需要看看自己的袜子，因为我们平常训练都穿，不会总穿新袜子。但是如果你习惯一个品牌一个型号的袜子，比赛的时候买双新的穿，会舒服不少。其他就没什么了，比赛很简单。您要是带手机的话呢，准备防水的袋儿，把手机装袋里，再搁兜里。不建议比赛带手机，要么您就存包的时候存了，但是不安全，对吧？要不就是想别的办法。当然想别的办法肯定得辛苦家里人。我的马拉松基本都是家属跟着。你想跟我说加油呢？我没反应过来，我回身跟他招了一下手。那时候都是家属跟着到门口，再把手机家属就带走了。那时候各种比赛，除了去外地的，去外地就一起出去玩一趟，北京的也近。最近这几次东京的全马和这次半马都是存了，波士顿那个直接就没带。像这边的比赛也是，你入场必须得带手机，还得有网，这个我觉得做的一般。就是有很多别的办法，比方说你看柏林，就是博览会的时候给你一个手环戴上，摘不掉的，一次性的，凭那个就行了。就是把这个验证放在之前，因为带手机确实有很多不方便。有网这事儿呢，坦白说，像我国还有这儿，网络建设还行，
还可以。我参加几场欧洲的比赛，就是起点跟终点人特多的时候，就像北京你有时候在三里屯人特多的时候，你就有网你也什么也打不开，就挤满了。这个提前检查好，各种的小设备、小附件、充电、换电池，这最后这一周也就这样了。至于赛道上的水站的选择，这个咱们放在过两天再说，太早了。现在大家不用那么紧张。而且有的时候比赛是这样，尤其是冲成绩的比赛，你可能真的到赛场上，你有时候就想不起来了，有时候脑子空白。就像今年我跑波士顿，最后很艰难，那时候就是空白了，我都忘了我吃了多少能量胶，应该在什么时候再吃下一个。到最后有点胡乱的往嘴里塞了，因为赛会随便给，就是现在特贵那品牌那个。当时我本来还说我手里这就不吃了，留着攒到下一次比赛，后来最后也给吞了。行，那咱训练之后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0月23号星期一清晨7点32，今天晚上第一个训练日，训练结束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今天就匀速的轻松跑，平均配速4分59，心率132，功率198，步频194。今天就一直往大阪的南边跑，跑到了之前没有跑过的路。有时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新的地方，第一次跑过没有跑过的地儿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周还能再来得及的东西，准备的东西，能买的一次性雨衣、能量胶，还有可能您觉得用得着的，比方买双新袜子。然后电解质这事儿呢，我说的不多，因为这个季节的比赛其实需求也不那么大，一场比赛吃3颗电解质胶囊或者是那种盐丸就足够了。胶囊和那种片剂，我比较推荐片剂，就不太推荐胶囊，因为胶囊有时候不好吞咽。你在比赛中，如果您跑得慢，就是我无所谓，我水站可以减速，那可以。你要像我这几场冲成绩的比赛，水站基本上你那一杯喝不进多一点，吞服胶囊是有难度的，还是建议片剂，最好是那种就是你横着吧也能坚持住，就不会太苦或者太咸那种就行。太咸就横舌头根底下，我准备那些都是特别咸的，就是浓度比较大，我就横舌头根底下有的时候。然后基本上不等水站，可能这跟每个人不一样。像我吃能量胶什么的，不管多黏的那种，我也可以直接吞下去。可能人跟人有一些，有的人这方面是优势，有的人那方面是优势。行吧，那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，或者大家有什么想听我分享我的经历的，那就咱们评论弹幕。这一周主要把话题集中在北马。今年比较遗憾，也比较可惜。其实北马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但愿能够有一天在北马的赛道上创造一个好成绩，好吗？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迎接这个赛季。未来这2周紧锣密鼓的比赛，那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咱们明儿见。